有这样一副对联很知名哈，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或者见过。上联是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。下联是择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向宽处行。有人呢把它挂在办公室里，当做自己的座右铭；有人把它挂在自己家的书房或者客厅里，表明自己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，或者说是某种心态。其实呢，这副对联是晚清一代名臣左宗棠的名言。左宗棠是湖南人，他的一生呢堪称传奇。从年轻时候的屡试不第，到转而在家专心读书务农，到后来遍览群书，用心钻研，最终成为了晚清举足轻重的大臣。可以说在他身上，湖湘精神所体现的心忧天下，敢为人先，经世致用，坚韧不拔这16个字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其实他留下的名言不止刚才我们说的那副对联，还有很多蛮值得品读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的几句名言吧。首先来看这句：万有不齐天地事，亦无可寄古今情。这句的理解可能每个人不尽相同，大致可以这么来理解吧，就是纵然有千言万语，也道不尽天下纷繁复杂的很多的事儿。纵然天底下有那么多的东西，也没有一件物品可以寄托古今所有的情。这个世界太广大了，世上的事情太多了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事儿都会发生。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各种条件的一种集合，而组成的条件一旦改变呢，那么很多事情也就会随之改变了。曾经觉得一辈子怎么都不可以忘记的恋人，分手以后呢，各奔东西了。有一天如果突然遇见了，或许会觉得恍如隔世，原来大家早就已经形同陌路了，各自在各自的生活里奔忙着，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？曾经的至交好友，每天一起吃饭喝酒，有什么秘密都要2个人一起分享。可是走着走着，可能因为一件事儿，因为一点利益纠葛，就慢慢的走散了。突然有一天可能想起来，才觉得原来大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再联系，也没有再见过了。所以您看，有什么是离不开的呢？还有不只是关系，其实我们的自身也是啊。记得之前还是青春美貌，没几年就年华老去了，满脸的疲惫。说到底，我们也抓不住任何东西，也留不下任何东西，能把握的只有现在，只有当下。或许看了左宗棠的这句呢，会让我们想到不留恋过去，不担忧未来，把握每个当下，做好分内的事呢，让自己安然平静快乐，也就是幸福和幸运了。咱们再来看看另一句，就是节目刚开始我们说的，有人把它当作座右铭挂在家里的那句：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。择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向宽处行。应该说呢，这是左宗棠一生的做事原则和态度，那就是人生在世要树立大一点的志向，但是呢，对很多事情不可太苛求。毕竟虽然志向远大，但是很多事不一定是努力就能够实现的，还是要抱着随遇而安一点的心态。对物质生活不要有太多的奢望，能过简单朴素的生活。看问题的时候呢，角度可以高一些，但是做人做事的心态却需要放平平和。这24个字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细品的。纵观上中下，横览高平宽，居上的时候呢想到下，处高的时候呢想到了宽，就是胸怀远大抱负，只求中等缘分，只求过普通生活这样的意思。还有看问题呢要高瞻远瞩一些，做人呢应该低调再低调一些，做事会留一分余地。我相信这样的简单的几句话，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一定会有积极意义的。咱们再来看看这句：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。因为左宗棠呢已经是晚清的人了，他的话也比较接近现代白话文了，其实不难理解。这句的意思就是喜欢贪便宜的人呢，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涉及到财务往来，那么必然会造成很多的不愉快。左宗棠的思想呢，其实和他的同乡曾国藩很有相似之处。曾国藩也曾经说：与好利人共事，己必受累。聊起这个话题呢，其实可能很多朋友
也许都会深有感触。就比如有朋友就吐槽说，原本呢从小和表哥处得挺不错，可是呢2个人成家以后，他才觉得相处下来是真的不痛快。因为表哥表嫂呢从来都比较自我，他家有事儿经常开口叫人帮忙，等到别人有事儿呢，他从不帮衬。再说相约一起出去玩，他们基本都不会主动去买单等等。其实严格来说呢，这些的确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足见对方呢还是有些自私了。这位朋友就说，原本想着都是亲人，不需要太计较，可是毕竟接触的多了，时间一长呢，在很多事情上，因为表哥表嫂赖皮呢，他多付出的金钱和精力其实都不小。这样的亲人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只要和他打交道都少不了麻烦，你不说出来吧，时间长了呢，真的没办法忍。说出来吧，大家又不开心，付出了，亲人还搞散了，还不如离得远一点好。其实呢，从古至今，大家都说亲人之间呢要相互爱护，多点包容。可是这世界上总有些人，就是喜欢在交往当中只考虑自己，处处让别人吃亏。其实仔细想想，那些比较赖皮的亲戚呢，一般坑的都是自己的亲人。因为如果和外人打交道呢，人家是不会总处处白给他占便宜的，这样的人是最没用的一类人了。您认可这个观点吗？而且爱占便宜的人呢，一般来说在面对诱惑的时候，也往往缺乏足够的自制力，缺乏对道德规范的遵守，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，往往会让人感到不安，担心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，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也变成了一个不快乐的人。长此以往，既失了钱财，还伤了感情，还给自己添了不少的麻烦。所以见到一味索取的人呢，我想看清了，也就可以远离了吧。咱们再来看这句，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，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忌。这句说了人生一般来说可能都会经历的2种状态，就是当你遇到困难或者不顺心的时候，请别自暴自弃，请坚持再坚持，要活得自尊自爱。当您走到高位的时候呢，那么不要太张扬，需要对人真诚，尊重他人，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嫉妒和很多的阻力。其实呢，我一直挺喜欢这句话的，它告诉我们的是平视这个世界，不卑不亢，这样呢，既尊重了他人，也是尊重了自己。咱们再来看这句，自奉宁过于俭，待人宁过于厚，一切均从俭省，断不可滥用，此惜福之道，保家之道也。意思是自己的吃穿用度呢可以节约一些，对待他人呢可以适当的善待宽容一些，从自己开始，从简节约，不要奢靡浪费，这是珍惜福分，保持家业不败的一个良方啊。其实呢，这几句如果按照现代很多人的价值观呢，可能不一定会特别认可，觉得我为什么要严格要求自己而去厚待他人呢？可能会嗤之以鼻。其实呢，这几句话之所以流传下来，那肯定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。因为人看问题毕竟就在于你怎么看，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，从什么样的高度去看。像曾国藩、左宗棠这些著名的人物呢，基本都以节俭自律来教育子女，传承这个好家风。家庭当中呢，也是杜绝铺张浪费，让孩子们能够亲力亲为，亲身去体验人生的不容易，这样呢才是立身之本。而且节俭并不是指每天都要喝稀饭呀，吃咸菜呀，也可以理解为减省不必要的过度的浪费，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呢去消费和行事。可以说不管在什么时代，兴家之道呢肯定都离不开这勤俭2个字。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这句话就更多人知道了，叫力揽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您怎么看呢？也欢迎谈谈您的理解。好了，今天就跟您聊到这了，我是宁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